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最近，美国和韩国之间的一项动作，引起了世人的关注。什么事呢？美国和韩国之间呢，曾经签署过一个导弹指南。这个导弹指南主要是限制韩国发展地对地导弹的这么一个条约。那么这个条约呢，过去的限制射程和导弹的弹头的重量呢，都有相应的规定。最开始签这个协议的时候呢，韩国的导弹射程最远不能超过150公里。后来美国把它放宽了，放到了300公里，就是翻了1倍。那么30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？当时美国和苏联之间呢签了个中导条约，要限制发展中程弹道导弹，因此他们部署的和出口的导弹射程都不能超过300公里。后来呢，美国又把韩国研发的弹道导弹的最大射程提升到了800公里。那么800公里的射程可以说足够覆盖整个朝鲜地区。那么现在他又把这个射程的限制范围扩大了。那扩大到多少没有规定。那么美国终止美韩导弹指南，它的意义在哪儿呢？我们过去曾经分析过，如果它的导弹射程达到1000公里，甚至2000公里，可以对中国以及俄罗斯构成相应的威胁。当然，中国和俄罗斯我们的反导能力以及导弹的射程远远超过韩国。那么韩国要想把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上，用他们研发的弹道导弹威胁中国和俄罗斯，应该说是非常不现实的。因为韩国的地方就这么大点儿，你那个导弹基地能部署多少？一旦发生重大的冲突，那么韩国本身的安全就堪忧了。因此美国是不是想挑动韩国和中国、俄罗斯进行相应对抗呢？恐怕这个还要做深层次的思考。那么我们如果把方向反过来，美国让韩国发展中程甚至是远程的弹道导弹，不是对付中国和俄罗斯，那么对付谁？反过来就是对付日本了。当然，目前韩国开发的射程达到800公里的弹道导弹，应该说对日本的一些重要目标，特别是东京地区，已经构成全覆盖了。但是要想对整个日本本土的重要军事目标构成威慑，那么800公里射程可能还不够，它还需要发展1000公里以上的弹道导弹。那么这就有意思了，美国放开对韩国的限制，让它发展弹道导弹，其最终目的不是对付中俄，而是对付日本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潜台词呢？因为从韩国和日本的情况看，这两个国家呀，实际上是有世仇的。整个朝鲜半岛曾经在日本的统治下当了几十年的这个殖民地，给朝鲜半岛的民众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损失。那么这个心结，韩国到现在也是没有解开的，因此他始终把日本作为他潜在的对手和敌国。那么日本的武器装备发展实际上也是受到美国限制的，但是只要在放开的领域允许日本搞，那么韩国肯定也会弄。你像航空母舰发展，过去美国绝对不让日本搞，但是日本在悄悄地搞一些准航母，比如说直升机、驱逐舰，那么韩国毫不犹豫立刻发展2栖攻击舰，而且呢，下一步还准备自行研制轻型航空母舰。潜艇也是这样，日本的潜艇技术比较先进，那么韩国就从德国引进常规潜艇技术来开发自己国产的潜艇。那么巡航导弹呢，日本没有，应该说巡航导弹的技术和装备都掌握在美国手里，美国不允许日本有巡航导弹，但是韩国、美国不太管，只不过限制射程而已。弹道导弹日本更不允许搞，但是韩国就可以搞。那么通过这种方式，美国在韩国和日本之间呢搞一个微妙平衡。另外呢，它可以利用两国之间的矛盾来分别控制韩国和日本。因为韩国的军事指挥权过去是美国掌控的，尽管
韩国力争，总算是放开了一部分指挥权限，韩国人可以指挥韩国自己的军队，但是真要打韩国，有自主权吗？也没有。日本就更不要说了，在日本本土上有大量的美国驻军，包括美国的陆军、海军、海军陆战队，当然还有空军。那么通过这种分治的方式，要把韩国紧紧地作为他的可靠的盟友。而对日本来讲，日本是属于战败国，跟韩国情况还不一样。那么既然是战败国，那么美国就要对他紧紧地控制在手里，只能让他当一个走狗，而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。日本首相菅义伟刚刚参访美国，双方呢也达成了很多的协议，其中呢，菅义伟甚至还向美国表了忠心，但是他一回到日本，美国马上就放开了对韩国发展弹道导弹的限制。那么这里面的情况呢，非常微妙。如果韩国成为了美国一个坚定的盟友，而日本仅仅是美国的一个哈巴狗，那么这个命运恐怕就有点悲惨了。日本的民众应该对美国的这个决策，对他暗含的意图，应该有所明白了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感兴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